这个女人正劲儿地把球扔进河里，然后转身让男人去捡。男人虽然犹豫了下，但马上笑着跳进河。唉，真是言听计从。等他捡回球后，女人又马上扔回去。至于男人为何这么顺从，因为他是女人花钱买的男友，可见他的处境。为了收回贷款，会从那些还不上债的人中挑选长相过得去的来拍卖，只要你付钱，这个男人就会在合约期间任你差遣。当然，如果觉得太贵，还可以选择分期支付。而现在，这位名叫丽华的女士正在向我们的女主角小慧介绍这项服务，因为小慧亲眼看到她男朋友带着其他女人光明正大的脚踏两条船，但她还不想跟这男友分手，因此需要发泄一下，常常摔盘子发泄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换一个男友不就行了吗？但对小慧来说不是这样。她在一家外资企业当前台，梦想成为家庭主妇。要做家庭主妇，肯定得找个收入高、颜值好的另一半。这工作让她能遇到不少优质男，简称高富帅。慢慢的，他们的岗位衍生出几条规则：如何俘获高富帅的手册，比如这些要点：麻烦女人不受欢迎，嫉妒和哭泣绝对禁止，轻浮的女人容易被利用，太随意或作为性伴侣也不行。最天剑的一点就是忍耐，忍耐，不断忍耐。小慧靠这招找到了现在的高富帅男友白石。像他这样的精英在日本真是凤毛麟角，几乎是每个女人的理想对象，所以他即便出轨也总有原谅的空间。丽华是他的前辈，虽然他离婚了，但他曾经俘获过高富帅，因此他对小慧的忠告是，想要赢得这种高收入精英男，无论是结婚后还是生孩子后，你都得找个发泄方式，即如果不想让精英老公见到你的野性，就得加入第三者。女人要有梦想的天空，也需稳固的大地，但如果这片土地是贷款买的，每月需付39800日元。听了这番话，小慧似乎动心了。你会买吗？这是个黑网站，几个负债累累的帅哥会被拉来这儿拍卖，只要你开得起价，他们就得听你的。正当小慧犹豫是否付款，她那出轨的男友发信息来了。他白天跟的女生是他妹妹，听说是妹妹，小慧就彻底打消了买东西的念头，高兴地回了家。但转念一想，如果真是妹妹，为啥不让她认识呢？你想被甩吗？既然称她是妹妹，就当做是亲密的兄妹关系好了。这事就这么算了，忍一忍，别多话，就当啥也没发生。刚放下心事的小慧，没想到会在下班路上被那个所谓的妹妹伏击。快分手吧！幸亏路过的丽华目睹了这戏剧性一幕，向小慧伸出了援手。而清醒的小慧首先庆幸自己没被淘汰，我男朋友肯定跟那女的断绝关系了，结果是我安然无恙。我完全相信他，没有怀疑他所说的妹妹是个谎言，因为这份信任，我才得以获救。你可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坚守这样一个出轨的男人，这是因为从小他就在分析家庭环境，并坚信只有这样的男人能让他实现成为家庭主妇的梦想。听听他的想法吧。在他看来，男人负责赚钱养家，女人则负责照料家庭。男人带回战利品之后，家人会夸赞父亲真厉害，男人得到赞扬，自然会心情大好。爸爸同样赞赏妈妈的持家能力，相互尊重很重要。夫妻应该是这样的。为了追到少数精英中的老公，她只能忍，哪怕是忍到底。第二天，男友白石邀她出去吃饭，告诉她他明年将要去国外工作几年，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升为科长了。既然常在国外的用英语沟通，就顺带问了小慧英语行不行。结果这么一问，他们居然以为我求婚了，马上就想到了海外富豪和他们的豪华派对，觉得幸福生活要来了。为了提早准备，他还分期买了英语学习资料，共分了24期付清。他还没高兴多久，回家路上就碰见男友和新欢。你好，这女人真是狼狈至极，昨晚喝多了，不小心在网上贷了500万日元买了个男友，结果今天快递就把人送来了，硬说不能退货，这绝对搞错了。我是昨晚醉了才按的购买键，签字吧。所以此刻只好求助同样认识我男友的丽华姐了。她目前心乱如麻，等到丽华姐来了才行动。她拿着合同焦急地问丽华姐如何是好，是否可以退货，能否去消费者协会投诉，贩卖人口是违法的。
但丽华姐看过合同后说无可奈何。对方是做水产加工的，位于东京。其实你只买了个大点的金枪鱼，生鲜品是不能退的。小慧完全无法接受，500万的借款，每月需还39800元，得还整整10年，连买英语资料都得分期。这时丽华姐建议她先冷静点，钱的问题咱们再议，快把箱子打开，不然马上里面的人会憋死。小慧看着自己买来的帅哥，突然有点手足无措，还道了个歉，但丽华姐却斥责她是不是糊涂，没必要向她道歉。接着问那男的明不明白自己的情况。算是。我还真挺幸运，这个男的原以为会被一个肚子3层肉的富婆买去，没想到是个美女，太幸运了。还开玩笑说小慧也不富裕，怎么舍得花这么多钱？眼前这个飘飘欲仙的男人，丽华又问了他一遍，自己明白现状吗？你这个债务缠身的家伙，给我仔细听着，我不懂你怎么欠了这么多债，可能是那种便宜货牛郎，月业绩都达不了标，看女人没眼光，除了长得还行，啥也不行，还没文化，你干体力活也不行，不过是个长得还可以的被人唾弃的工具。说是男友实际上就跟条狗似的。丽华一说，她才明白自己真正的境况。逃跑肯定行不通，他们的脚都装了 GPS， 还在他耳边小声说些什么。只听到器官这类词，男的立刻变得像小狗一样乖。丽华姐跟小慧说，开头训练特别关键，让他随便打那个男的。你们不会真打我吧？他不是那种人，年轻又甜美。小慧最开始迟疑不决，想到男友最近的所作所为，先是他妹妹，后是他姐姐，怒火瞬间在心中燃起。其实我是忍着没发作而已。看着小慧调教完成，丽华姐转身准备走，还告诉小慧可以让她做任何事，连正牌男友都不愿意做的那种。那什么是男朋友连死都不愿做的事情呢？小慧询问了那位男士的名字，得知叫阿顺后，他便告诉他肚子不舒服，请他帮忙买些东西，是卫生巾。如果你有男朋友，他最不愿做的事是什么呢？应该就是这个了。可是眼前这位男士别无选择，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归自己所有，他成了这位女士喝多了时花500万日元贷款买的男友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着男人做任何事，尽管让你开心无比，但这笔巨款贷款也让他头疼得很。作为普通打工人，扣掉日常开销后，钱就所剩不多了，还不了，没办法。这时他那个叫阿顺的贷款男友说要去找兼职，帮他早点还清债务。谢谢你，你真是太好了。真是的，毕竟这钱原本就是你欠的。好的，对不起。上班第二天，小慧没有提自己为男友贷款的事，只是告诉同事她现在的男友又找了个年长的女性，还骗她说是她姐姐。毕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她才会深夜独自买醉。同事们劝她别太计较，男方说是姐姐就当是吧，这些小事不必放在心上。他骗你也是因为珍惜你，这代表着感情的稳固。你或许认为他们价值观有偏差，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共同追求，那就是做个家庭主妇。所以一旦定了目标，绝不轻易放弃。小慧对男友提姐姐的事渐渐接受了，可下班路上又被姐姐截住。这次姐姐没像那天妹妹那样凶，只是逗砍小慧的男友白石。她这样给人安全感的女孩啊，原来白石喜欢长得让人放心的你。放心的不止让人放心，还傻乎乎的。正好丽华姐也来到这儿，又一次帮她脱困。如果是你，我还真是甘心认输。多谢夸奖。这次小慧虽然没受伤，但她的自尊心被伤透了，所以她得发泄那些糟心事。这时候阿顺真是派上用场，他让阿顺跪下，接着开始他的长篇大论。他只能点头微笑，不能插话。行了，接下来他就开始啰里啰嗦地抱怨男人，他只想做一个家庭主妇，为什么好男人这么难找呢？我父母都是职场人，老是吵架。他已经讲了2个小时，阿顺的腿都麻了。这女人明显喝多了，啤酒一罐接一罐，越讲越兴奋。接着又是3小时过去了，这可不只是简单的说几句话。天终于亮了，小慧整晚发泄后心情特别好，真是个好早晨啊！今天一定要帮我找到工作。行，美美的去上班。接着向同事们继续讲自己的事。男友的出轨对象对她吐槽，称她为安全小姐。同事还是劝她别太在意，说这是她男友白石先生的恋爱清扫。
是个好迹象，表示他在考虑婚姻，以后可能还有这种事，千万不能慌，不然就输了。这种时候我绝不能输，即使被困荒岛，只有我一人，我也得安然生存。可小慧没料到，考验这么快就来了。保持冷静，冷静。他正在进行情感断舍离，他本想保持镇定，展示自己的从容不迫。那个是谁啊？我在公司做前台，可那女人胸前的2颗大球，直接让他脑子短路。毕竟这种比拼，他怎么也竞争不过。另外，正在找工的阿顺偶然遇上了丽华姐，丽华姐把自己的男友博干介绍给阿顺，毕竟他俩挺合得来的。他们俩最常聊的就是自己还算走运，至少不是被大妈或死宅腐女带走。假如买家还不是女性的话，那简直比死还要恐怖。阿顺回到家一推门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抱歉，你是不是刚洗完澡？简直像2颗行走的大炸弹啊！他显得神志不清，嘴里还念叨着行走的大炸弹。显然，这次男友出轨给他的打击很大。上次是姐妹，这次又是谁呢？然后他开始讲他和男友之间的恋爱故事。刚在一起时，每周至少见1次，现在要么忙工作，要么就是其他事。可能所有男人都这样，从最初的热情到慢慢变成了例行公事。很多西方国家也是因为这种问题才支持离婚自由，所以才会有就算性无能也得努力的说法。哼，我在开玩笑呢，我有男朋友呢。确实是。同事安慰她不要紧，俗话说胸大无脑，她男友是个精英，肯定不会喜欢那种女人，目前只是权宜之计，所以要有点耐心，就等着她自己露馅。往往怕什么来什么，虽然这次小心翼翼，但她还是被卷入了这场风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你也来体会一下吧。根据情节推进，这时候丽华正好经过来救援，这场景确实把她吓了一跳。被救的小慧不仅不怪男友，反而庆幸自己又活了下来，毕竟男友太迷人了。这也没办法，她的忍耐很快得到回报。男友白石第2天就说想让她见自己的妈妈，周末有空吗？随时都行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听到这好消息，小慧立刻向同事炫耀。这时同事却提醒小慧，关键时刻更需小心，得让她消除身上的缺点，比如是否有应急的备选联系人。毕竟富豪的妈妈通常要查一查未来儿媳的底细。小慧正得意的想要炫耀自己，无此之余突然记起自己不还是贷款搞定了个男朋友吗？差点就能成为家庭主妇，怎能在这事上栽跟头呢？又叫上阿顺一，催他赶紧借钱，把贷款一次性还了。虽然阿顺一直说做不到，小慧还是硬拉他去解决这事。巧遇正巧经过的男友，我是他哥哥。这回真的说不清了。阿顺劝他，对方也有姐妹啊，你只有一个哥哥，不算过分吧？可小慧觉得情况不同，她男友在女生心中很抢手，而且这种顶尖男士更看重尊严，胜过感情。好男人一旦逃跑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。我所有的家庭生活规划都毁了。阿顺不知道该怎么劝慰她，继续说她男友还容许自己出轨，要求对方清白无瑕。这种男的婚后肯定麻烦多。小慧苦笑道，只有傻瓜才纠结这个，管好他，哄哄他的虚荣心就行。他本是个信童话的人，可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又没奢求啥，就想要个小家，小公寓就够了，只想找个能安心的角落，能待在家里的地方，在孩子身边待着，平安度过一生。这样想难道错了吗？可是在今天，夫妻都工作已成常态，与丈夫一同外出工作的妻子，她还算是公主吗？想到这儿，小慧就忍不住哭了。阿顺也觉得自己有责任，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我来实现你做全职主妇的梦想。可剧情会这么走吗？显然不可能。笨蛋，先把你欠的钱还给我呀，混账！说得对，你让我迷恋你的温柔，把我的生活弄得一团糟，别动摇我的决心啊，混账！对，就要这股劲儿，现在还不能放弃，怎么能因为吃个毒苹果就认输？没有王子的吻就算了吧，差点亲到你这货色。第2天去上班时，男友冷冷地瞪了他一眼。同事责问他怎么回事，本来都要谈婚论嫁了，居然被抓到和别的男人约会，还说那是他哥哥。别编这种谎话了，就算是真的也不对。男生觉得这种胸控很让人反感，给人一种德国整形医院的感觉。小慧只好说出自己为男友贷款的事。白石那双冷若冰霜的眼神，
好像能一口气解决全球变暖似的，基本上意味着你被淘汰了。他可不想就这么认输，于是让阿顺去跟白石解释清楚，强调他们只是普通朋友。可白石就是不信男女有纯有义，他认为男人出轨因身体冲动，女人则因情感需要，这并非歧视。如果女人怀孕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，那就复杂了，分量本来就不同。而顺不屑地说，这是常出轨的人应该说的吗？白石回答说，他其实很重视家庭，结婚后就不会那样了，所以为了避免将来懊悔，他得提前精挑细选合适的人选。阿顺认为年轻时不好好玩，将来肯定会后悔，而白石则把这些看得更高层次，认为这关乎社会和国家。明显两人在思想高度尚不在同一水平线，但阿顺还是很佩服能这么深思熟虑的人。这也说明解释没能成功。得知此消息的小慧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瘫在桌上。有责任心的阿顺为了安抚他，主动提出请他吃烤肉。他最近打工赚了些钱。得知这事，小慧立刻要求他交出工资。就在他数钱时候，两个熟人出现在他面前。晚上好，你俩在约会吗？怎么可能，才不是，我们也不是。我们过去吧。第二天，他忍不住质问对方怎么回事，对方只说就这么回事。其实第一次约会什么也没发生。小慧说勾引别人男友是越界行为，应该马上停赛。我不，我还要继续比赛。裁判，比赛继续。充当中间人的同事说小慧犯了大错，因为她和借钱的男友被正牌男友撞见了。即使你解释了，但精英男性绝不承认这种暧昧关系，这只能怪他自己，所以他只好出局了。小慧啊，与其让陌生女人拿走自食，不如让我娶了，退职不是更好？留给可爱的后辈们。可爱个啥，别开玩笑了。自从小白对我说你好可爱，我就觉得他好假。小慧失恋后失落地走在大街上，阿顺来劝她打起精神来。男人多的是。小慧反问他，那你变一个试试看，要帅聪明家庭好，还得是个年轻就年入千万的超级男友。阿顺只能叹气，他原本以为他的前男友白石只是个花心大萝卜，但一接触才感觉对方很有原则，做事总考虑社会影响，这高度是他永远够不着的。所以为了不让小慧失去这好男人，阿顺决定出手相助。那他怎么帮呢？办法是让白石承认男女有纯有义。他们悄悄溜进公司，发现石还在加班，然后带他进了会议室，向他展示了证据。这番操作让白石认为阿顺内心是女性，因为她很优秀，所以对同性行为的理解会超出常人。真不好意思让你做这些事。这招立马帮小慧扭转了局面，不止向她道歉，还更加赞赏她。这全都多亏了阿顺，穿上还挺合适，真是变态，快给我脱了。成功澄清了误解，这一行为也让暗送秋波的同事变成了道德低下的小野猫。但这位同事为自己辩解说是在帮忙，使得小慧的男友清楚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是谁。好比我是金银斧头，但白石最终还是选了适合他的斧头，自比为金斧银斧，我只是个廉价石斧，关键是要是自己的，你好好听听啊。不过小慧已经不在乎这事了，重点是她取得了胜利，可以继续追梦家庭主妇，下班后享受男友阿顺的周到服务，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，每月39800日元，很划算吧？但阿顺这时说要出门了，小慧原以为他是去打工，没想到他去的是约会。你怎么了？你有女朋友了？当然有了，虽然看不出来，我也有女朋友哦。听说阿顺交了女朋友，小慧嘴上说那女生真没眼光，但表情却有点复杂。更巧的是，第二天他们在各自约会的路上偶遇了，这间接显示了他所谓的女装趣味其实是假的。白石没有直说，而是邀请他们一块喝茶。心虚的阿顺赶紧道歉，但也说明自己有女朋友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澄清彼此的关系。白石当然明白，尽管他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男女之间纯友谊几乎不可能，但小慧逼他穿女装，显然不是喜欢他。真奇怪，阿顺为何愿意做出这种牺牲？他便称是因为欠债，结果换来小慧的一脚。没办法，他只好另辟蹊径。这一举动成功消除了白石的怀疑。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，阿顺陷入了思考。在餐厅，白石掏出戒指，
向小慧正式求婚了。他说对不起，让他等这么长时间，还经常吃醋。小慧虽然一直在等这一刻，当真的发生时，他反而心里更加平静了。可能是太激动了吧。阿顺玩完扑克后还在发呆，他回头一看，惊讶地发现女友变成了小慧。一到关键时刻的小慧，海滩散步后，此刻却变得不同寻常。她竟然把男友误认成别人，心里充满愧疚，她赶忙逃离。她心目中的男人阿顺找到了她，看到她手上的戒指和眼角的泪珠，以为她是感动落泪，但只有她自己清楚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小慧第二天仍向同事展示男友的求婚戒指。同事们最初为她开心，但得知真相后觉得难以置信，她竟然拒绝了一心一意的白石，自己离开了，还厚颜无耻地带回了戒指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贷款的男友阿顺。小慧的同事也很好奇这人到底怎么样。这个是阿顺，这是我同事日，呵呵有爱。经过一番讨论，大家一致认为阿顺真的很帅，他和他男友自实不是一个风格，看起来有点不靠谱，特别是在他们女性的眼中。这时小慧的同事提了个大胆的猜想，你不会是个富二代吧？尽管跟爸爸不和，其实是某著名大学的尖子生。不可能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怎么会债台高筑？感觉自己被两人耍了，扔下钱就走人了。很明显，他们这种人不会对没钱的帅哥开玩笑觉得有趣，像小慧一样，特别想当家庭主妇，不想谈恋爱，只想结婚。这时候她男友白石突然出现，她急忙把阿顺拽到角落，喂，你干嘛呢？我得去提醒他一下，刚送你戒指，你就这样，还承诺婚后对我忠诚。可能是教英语的，因为要学地道英语。阿顺看不下去，想去讨个说法，但小慧却说一切都是他的错。他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在那么幸福的瞬间，脑海里会浮现出他的脸。听到这样的话，阿顺显得有些无奈。这时小慧又提到想要归还戒指，她感到非常没礼貌。她的行为肯定让男友觉得她心里还有别的男人，就像跟现任打牌时突然想到前任一样。但阿顺直接数落他是不是脑抽了。终于熬到今天，他还是摸不着你的心思，直接装糊涂就行。毕竟他也经常换女伴，你也没做出轨的事，只是心里幻想了一下。我和你看法不同，每个人都有差异，你对自己要求太高了。小慧总是累个半死，她老觉得要成为公主得对自己严一些，但似乎她并非公主料。你或许觉得她只是家庭主妇，但现今家庭主妇也能是公主，至少小慧这么认为。看着小慧逐渐放弃自己，边上的阿顺终于忍不住了，别犹豫了。白石那个家伙刚开始和不少女性混得很乱，我本以为他和我一样靠不住，但真正交谈后，发现他和那些不靠谱的人完全不一样。在他这个年岁，竟能考虑到国家未来。而我每天应付你都很累。听他说过那么多之后，小慧忍不住想到了阿顺，感觉这对白石不忠，因此不敢面对他。而阿顺紧紧抓住小慧，叫他好好审视自己，因为小慧在帮他还债，他才对你殷勤。他根本没压力，没有工作的压力，所以对不爽的事很快就放弃。正因为无压力，才能全心对女生好。所以小慧别误会，他能和奋战沙场的人比吗？能和为家国奋斗的人相提并论吗？不必在意他的温情小意，勇敢追寻自己的幸福才最重要。醒悟的小慧决定立刻给白石道歉，但对方似乎已设了拒接。想起早晨那个金发洋妞的场面，他们不会现在在玩扑克吧？全怪你真的。小慧回家就借酒浇愁了，悲伤的哭了，突然提了个大胆的要求，你得让我做家庭主妇。别胡说，我有胡说吗？全都怪你，我才这么倒霉。他责备阿顺为什么不好好工作，想过为人拼过吗？阿顺听后决定证明给他看，不再做自由职业。我赚多少你才满意？年收入多少你才肯待家里？你说说看。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。这个男人像是被这女人用贷款买来的，因为那女的在男友求婚时失态了，以为自己被甩了，所以她要求这男的负责她的家庭主妇梦。虽说这男的有点花心，她还是决定努力一下。于是第二天就开始找工作。说到电脑呢，肯定会一些。Excel 是啥东西？要是年收1000万该多好。这不是在开玩笑，虽然我很有干劲，但工资得对得起我的干劲。
明显的结果是，没有公司愿意要他。他在这冷酷社会感叹：为啥就没有不看学历的公司呢？公司会仅凭人品就开高薪吗？他正气得要命时，突然碰见了白石，于是乘机向他透露了小慧的事。但白石说他根本没甩小慧，反而向他求婚了。据说小慧是激动过头才逃的，拒接电话也是因为他打算结婚，把手机里其他女生都封了，记名小慧的就有4个，属于误操作。听了阿顺的话，得知小慧快要放弃他，才开始慌了。你喜欢他吗？非常喜欢，那就赶紧告诉他，直接表白吧。可是我已经求过婚了。天意有时候还挺公道的，毕竟白石在懂女心这块不如阿顺，阿顺就决定帮帮他。他推白石去找小慧，小慧见白石来了，以为他来取回戒指。正当他要还戒指时，白石又掏出一个新戒指，咱们结婚吧。我对女人的心思不太明白，所以表达不出对你的真感情，希望他能把这2枚戒指都戴上。感动的小慧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她认真地告诉白石，自己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，她一直在扮演乖巧的小猫，可能会让他失望。白石抱住她后对她说，管他是不是猫都行。静静站在后面的阿顺看到他们终于成双成对，内心真心的为他们开心，但这祝福下却掺杂了点寂寞。第2天，戴着双戒指的小慧沉醉在幸福中。阿顺过来丢下一堆钱，说是从他女友那儿借的，这钱正好够还剩下的债，然后叫小慧把合同递给他，他拿了合同就走了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说我也准备走了，再见。1年后，时间飞逝，这时候的小慧已经嫁给白石，变成了贤妻良母，还怀上了宝宝。但妊娠中的她经常感到烦躁，仿佛头上长角似的。她便去问丽华姐该怎么减压。丽华姐开玩笑说，不如再找个男友，这样她能发泄感情了。但小慧觉得时代变了，陌生男性反而让她更有压力。那熟悉的人呢？丽华姐登录了那个网站，阿顺的影子又出现了，因此她又一次被小慧请了过来。她逼阿顺承认当初是不是因为喜欢他才决定离开。你就直接告诉我，离开是不是因为喜欢我？快告诉我，是吗？抱歉，确实是，我被优秀的你吸引了，很痛苦，所以就隐退了。女主的结局用这种方式真的很奇怪，对吧？但对他们俩来说，彼此都得到了拯救，一切都恰到好处。